风拂荷塘，自留一抹清香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河上清风。高考分数出来，季妹以721分的高分夺得了省状元，而我却以173分的成绩惨淡落榜。查分那天，我爸的拳头像疯了一样的砸在我的头上。李毅然，请问你的脑子里装的都是屎吗？考出这样的烂成绩，叫老子以后怎么出去见人？明明是同一个老师教，怎么微微能考720，你就只考170？你不是智障是什么？拳头落下，鲜红的鼻血染红了我的衣服。季妹在旁边焦急地拽住我爸的胳膊，眼底却露出意味不明的笑。爸爸，别打了，外面人都看着呢。今天是高考出分的日子，家里早就被村里人围了个水泄不通。他们都想看看这个当初逼走原配而娶了小三的男人，到底会教出怎样的女儿。很显然，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答案。像微微这样乖巧懂事的孩子，考个高分不稀奇。反观李毅然，跟他妈一样咋咋呼呼的，哪里静得下心学习？是啊，微微这孩子也是命苦，从小跟着他妈受了不少流言，现在总算是熬出头了。老李这回算是烧高香了，培养出了一个女状元，以后看谁还敢再说他家闲话。我听见有人在拍短视频，嗨，家人们，真是活久见呐！这两姐妹，一个省级状元，一个全校倒数第一，你能信吗？他爸现在都气懵了，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。如果是你，你会心疼这位父亲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。视频一经发出，引来无数人点赞。但是173分确实不像正常人能考出来的成绩，就算闭眼瞎蒙，也不可能这个分数吧？难道这姑娘闭眼的时候睡着了？有没有一种可能，她就不是她爸亲生的？否则同样的两个女儿，怎么可能分数相差那么大？嗨，去做个亲子鉴定呗，要不扔了也行。奸笑，现在知道练小号的重要性了吧？与之相反的是他们对林微微的无尽赞美之词。状元姐姐好漂亮，好想贴贴，又聪明又有气质，上帝到底给她关上了哪扇门？女娲，您的泥巴请求与你连线，祝女神永远开开心心，前途似锦，下一年考清北又有动力了。姐姐等我，没有化名，没有打码，我和她的真容就这么直接地暴露在互联网上，任人品评，甚至做成了表情包。当然，难堪的是我，不是她。在一条恶评下面，我甚至看到了自己的同班同学和班主任都点了赞。那条是越看越像猪头。我是说，李毅然抠鼻。不出所料，清华北大又来抢人了。他们在我家的门口搭起了小帐篷，几个人轮流坐岗，也要将林微微抢到。一帮记者也是长枪短炮的候着。林微微向来骄傲，她很享受这种被人追捧的感觉，所以一直没有露面。可是我得出去，我头疼得厉害，脸肿得像猪头一样，我得出去买药。就这样，我被那些人团团围住。林微微同学，请问这次高考你是正常发挥吗？还是有所保留？你想报哪所院校呢？对于今年的考题难度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可否对您的母校说一句祝词呢？他们是故意的，这帮无良媒体早就深谙了流量的密码，所以故意制造噱头，企图引起全网的热议。我懒得理会他们，可他们让我寸步难行。听闻你跟你姐姐是同班同学，可为什么她只考了173分，而你获得了省状元？这是什么原因呢？请问你脸上的伤是怎么来的？是否跟你姐姐有关？像你们这种组合家庭，会有很多矛盾吗？平日里是怎么处理的呢？你继父比较爱你还是爱你姐姐？在这个家里，你有感觉被偏心吗？我握了握拳头，所有人都在关心胜利者怎么样，从来没有人在乎过失败者的处境。他们全都忘了吧？每次月考名列前茅的总是我，带领全校百日誓师的也是我，老师眼中那个熠熠发光的清北准新生更是我。现在被林微微偷了去，一切就要被颠倒吗？真是可笑极了。自打林阿姨进门，
我的日子就没好过过。他克扣我的伙食，和林薇薇一起教育我，企图将我赶出家门。我敢欺负他，恐怕我还没碰到他的一根手指头，就会被我爸吊起来打吧。当年我妈为了我不肯放弃抚养权，硬是被我爸扯着头发拖行了好几里地，整个头皮都快薅光了，才奄奄一息地妥协了。那时他说的多好，于敏毅然跟着我，不会吃亏的。我们俩不管怎么闹，孩子都是无辜的，我总不会虐待自己的亲闺女吧？要是林月娥对她不好，我立马让她滚出家门。可是后来呢？林月娥说什么她都信。她说我偷钱我就偷了，她说我骂人我就骂了，她说我造她的黄谣。我爸二话不说，拿出皮带抽了我整整一夜。第二天陪着他们母女旅游去了。等他们回来的时候，我的伤口都生蛆了。现在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？这个家的矛盾只有我，解决矛盾的方法就是解决我，这还用问吗？村里人看见了只会说，谁叫你妈当初不要你的？人家林阿姨跟你非亲非故的，能给你一口吃的就不错了，你还想要什么？他们嗤笑道，要不你现在去找你妈妈吧，她现在嫁得可好了，生了3儿1女，在婆家可吃香了。我不是没有找过，只是当我每次偷偷打电话给她时，总会听到那边隐隐的哭声，我就知道这个累赘我是当不成了。正当我举步维艰时，我爸从屋里面出来了，他笑容可掬，诸位，你们认错人了，这位是我的大女儿，二女儿还没出来呢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现在进去叫她。一进门，她就给了我一巴掌，给你脸了是吧？高考状元你也敢顶？你是不是想出名想疯了？她把我推倒在沙发上，你给我乖乖在这待着，不要没事出来作妖，听到没有？转而她又调皮地把头伸进次卧，微微，裙子是好了没有？是好了，赶紧出来，别让人家等久喽。好了，爸爸。林微微一袭温柔优雅的白裙出现在他的面前。你最近别打姐姐了，现在外面都是摄像机，被拍到了不好。行，爸爸都听你的。我爸宠溺地望着他，走，我们出去。好。他挽着我爸的胳膊，轻快地朝外走去。我摸着脸上又大又疼的伤疤，怒气冲冲地进入了自己的领域。玉帝，你给我出来，这活老子不干了！我气哼哼地把官帽往地上一摔，老子辛辛苦苦带你下凡历劫，你却在这享清福。你要不要看看那帮凡人把我欺负成什么样了？一个7岁模样的小孩童轻盈地飞出凌霄宝殿，笑着递给我一个桃。文曲星，你这人素来雅兴，怎么现在变得这般出口成脏？我狠狠地咬下一口桃，我爸教的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他的脸上抽了抽，星君啊，本君每日都有关注凡间的事物，依我看呢，你所说的问题不是问题。我震惊至极，这还不是问题？人家偷分都偷到我文曲星身上了，你还说不是问题？我往地上一蹲，那好吧，除非你给老子修天改命，否则这次我死活不下去了。嗨，闹啥脾气呀？他含笑地蹲在我身边。今年高考作弊的人数太多了，有几百万的考生都遭遇了偷窃，他们辛辛苦苦所学的知识全都进入了别人的脑袋。如此之事，天庭岂能坐视不管？还有那些作弊系统，简直无法无天，竟然在此等场合帮助宿主作弊，感情不把天道放在眼里。你放心，我们正在肃清他们，再等几日，我们就会将那些弄虚作假的系统全部抹杀，并对他们的宿主降下惩罚。你就等着看好戏吧。那你发誓，天庭人不骗中国人？我幽怨地看着他。好，本君发誓，天庭人不骗中国人。他朗然笑道。沉默半晌后，我弱了弱他的龙角。小天帝，你还是快点长大吧。3界还有很多事情需要你自己处理呢。本君能力有限的。好，我尽量。他的目光深邃，没有人知道我们在筹谋什么。500年前，先天地陨落，雨神和纣神的神力遭到了盗窃，从此系统充满了人间，他们可以在3界之中任意的穿行，不受时间、空间的桎梏，
去帮宿主完成任何想做的事。可是这样的神力是违背天理的，他会把凡间搞得一团糟，使整个三界的秩序彻底失衡。所以我现在唯一能做的，就是帮助天帝争取时间，等他还世间一片清明。我爸为林薇薇举办了盛大的升学宴，所有李氏家族的人都来了。他们簇拥着披红挂彩的林薇薇，关切地拉着她的手，仿佛是多年未见的亲女儿。而我只有在后厨洗菜端菜的份儿。在一个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，那个仙风道骨的老族长把我爸叫到了一边。李清，你再说一遍，这个族谱上面要怎么写？他郑重其事。我爸递去一根烟。老叔，写林薇薇。老族长皱眉，这不妥吧？妥。我爸掩乎其然，她虽然跟我们不同姓，但也是我的亲闺女啊。李毅然那个蠢货，考那么点分，我怎么好意思把她写上去？这不是打自己的脸吗？薇薇是高考状元，再怎么也有资格入族谱的，这样我们整个家族都能跟着沾光，不是吗？老族长若有所思。可是别可是了，老叔。我爸拍拍他的肩膀，顺便将一卷钱塞进了他的胸口。李毅然要是有出息，以后就凭自己的本事加上去，这样我才佩服他。你说呢？哎，好吧。老族长叹了口气，那就这么办吧。你们家的事情我也说不清楚。我的心瞬间凉到谷底。虽然这凡间的功名利禄我并不关心，但总是这样被人欺压，我的心里也是很不爽的。林薇薇抢走我的东西还少吗？一只发卡，一块橡皮，我闺蜜送的演唱会门票，我从路边捡来的小猫咪，她都想要。有时候她会抢，有时候她会耍赖，有时候是向爸妈撒娇。总之，没有一样是她正正当当从我这里拿去的。我哭过，可是他们都说，你这个当姐姐的怎么这么小气，被妹妹拿去几样东西，竟然还气哭了。真是笑死个人！我小气吗？没有人知道吧？林薇薇抢了我的东西，从来都不会爱护。我的橡皮被她扔进下水道，我的小猫被她虐死，我的门票被她撕碎，我喜欢的男孩被她霸凌的退了学。如今就连我文曲星君自带的天命身份也被她偷去，还要说我小气吗？既如此，那就将小气贯彻到底好了。我偷偷地溜进祖祠，祭出真身，将林月娥母女这些年来对我的所作所为全都给祖宗们说了，并请求他们为我主持公道。没想到真的把他们气得不轻。我就说，李清那个畜生怎么会好好对待敏敏？他从小就挖坟掘墓，偷鸡摸狗，干尽了亏心利己的缺德事儿，怎么会知道什么是人性？只可惜敏敏当时怀着孕，又一心扑在他身上，不然我早就退了这桩婚事，让他绝种算了。我爷爷义愤填膺，我太爷爷握着我的手，然然，让你受苦了。我老头子对不起你哇，看到你被欺负成这个样子，爷真想把那个恶婆娘给撕了。爷在这祠堂被供奉了上百年，竟不知道本家还有这档子事儿，这让我的老脸往哪搁呀？季明所言甚是，一个不知是哪辈的太祖爷爷开口了。我们李家向来家风严谨，没想到到了这一代，竟出了这么个龌龊玩意儿。看来是时候清理门户了。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李清，还有那个蛇蝎心肠的林月娥，一个都不能留。还有那个林薇薇，也不是什么好鸟，她连科举考试都敢弄虚作假，还有什么做不出来的？太祖爷爷，那你们打算怎么办？他目露凶光，吓死他们！我大吃一惊，啊，这是不是有点暴力了？活活把人吓死，那确实挺可怕的。最主要的是对老祖宗们也不好。他眨了眨眼睛，那你说怎么办呢？在我们那个年代，顶替状元当官，那可是要砍头的。要不浅浅的惩罚一下，毕竟我们做神仙的，还是有几分爱人之心的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把事做绝。那好吧，就听儿孙女的。他的脸上蒙上了一层羞赧。那个文曲星君啊，太祖爷爷有点不好意思。你看呐，我都这么大义灭亲了，你能不能以后再投我们家？我惨然一笑。好啊，
No problem. No, no 什么？太祖爷爷有些不解。我还未回答，我爷爷就用烟锅指着太祖爷爷，大笑不止，哈哈哈！老祖宗，你落伍了。到了祭祖的那一天，林薇薇身上披满了金箔玉锦的红被面，头戴一顶尊荣华贵的状元帽，徐徐地走在人群中，整个风光无限。撼天动地的礼炮整整打了18响，无数串鞭炮被点燃，噼啪声经久不绝。林薇薇挽着爸妈的手，骄傲地像只大公鸡，缓缓地走进祖祠。老族长冲她和蔼一笑：“来，薇薇，来这边，给老祖宗敬酒。”他便轻轻地握起酒壶，朝祖宗牌位走去。那里的瓷盏提前备好，只需林薇薇将它们一一倒满。忽然，蹦噔一声，爷爷的酒杯倒了。老族长有些不满：“薇薇，你小心点。”林薇薇这次小心了很多，可是太爷爷的酒杯还是倒了。他咕噜噜地滚向后面，把那10几个牌位全都碰倒了。老族长的脸一下子拉了下来：“薇薇，这是重要场合，不要毛手毛脚的。”林薇薇快要急哭了：“爸，不是我。”她求助地望向我爸：“我都没有碰到那酒杯。”我爸也有些生气了：“不是你难道是鬼？你现在赶紧重新倒。”好。林薇薇满脸委屈，小心翼翼地将那瓷盏一一扶起，颤抖着手往里面倒。可是她好像看到了什么，啊的一声尖叫出来，并把那酒壶扔了。这下全场都惊呆了，大到政府官员，小到镇上的孩童，全都一脸懵逼地看着他，仿佛在看一个疯子。只有我能看到，太祖爷爷坐在他的灵位上，正朝林薇薇做鬼脸呢。林月娥脸上挂不住了：“族长，那个薇薇她昨天晚上没睡好，我去给她按摩一下。”他拉着林薇薇的手，快速地走到边上：“薇薇，你到底怎么回事？今天可不能出岔子。你知道我为了让你能顺利进入祖祠，花了多少心思吗？”林薇薇眼泪汪汪：“妈，我好像看到爷爷了。”“你可别胡说！”他妈瞬间怒了：“这话要是被别人听见，还以为你在搞什么幺蛾子呢！你现在赶紧调整状态。平日里我不管你怎么样，但今天你必须给我打起精神。”过了一段时间，林薇薇重新慢悠悠地走了过来，可是她明显不在状态，两只眼睛紧紧地盯着祖宗牌位，空洞且麻木。我知道她这是真的被吓住了。族长带着林薇薇重新帮祖宗们倒酒、上香，并在族谱上摁了手印。整个过程，他就如同木偶一样，被他妈妈牵着走。就在我以为一切就这么结束了的时候，太爷爷竟然留了后手。他在桌底下放了一窝蛇，正当林薇薇跪下磕头时，猛地让他窜出，这下吓得他魂都没了。他把两只手快速地撑到背后，以一种极其诡异的姿势往后退，嘴里大喊着：“滚开，滚开！”而他身边的人全都在看他发癫，没有一个人出手相助，因为他们什么都看不见。只有我们的老祖宗高兴地拍手称快呢。回家后，林薇薇持续发疯，整个人变得神神叨叨，不知道在胡说八道什么。她还经常不顾爸妈的阻拦，在地上阴暗、扭曲地爬行，有时候发疯起来见人就咬，连自己也不放过。对此，网友们议论纷纷：疯成这样，确定还能上学吗？现实版范进中举。听说这姑娘以前在学校里学习也不咋的，怎么会突然一飞冲天？这中间难道有什么猫腻？你可得了吧！人家范进是真正的寒窗苦读几十年，恰逢时运不济而已。咱这位女状元可不一样，她在学校里谈的恋爱，比你认识的男人加起来都多，成绩惨的一笔，哪会在乎考得好不好？这话倒是说的没错。林薇薇爱谈恋爱这件事众所周知，只是她的妈妈并不担心，反而引以为荣。那次在校长室里被约谈时，她就说得很清楚了：“小王啊，这就是你眼界低了。现在的女孩子，情商、人缘也很重要的。你看看我家女儿，多么受欢迎，以后还愁找不到工作吗？随便哪个人提携一把，那不都是门路？现在正是谈恋爱的时候，那就叫她谈嘛。
小孩子玩玩有什么的？你看那个李毅然，他顺便拉踩我，死脑筋一个，整天就知道做题，连个门都没出过，哪里能考好？以后还不是靠我女儿帮衬。彼时，我正在最后一次的摸底考试中奋笔疾书，而他的女儿刚在医院堕完胎，还没下手术台就跑了。护士一路追到学校，才发现他根本不在这里。后来报警才知道，他在楚行江的家，就是那个被我喜欢、被他霸凌的退了学的人家里。他投怀送抱不得，便把人家给毁了，到最后还污蔑别人与他有染，强行要求负责。他妈妈竟然还说，现在娶个媳妇多难呀，他一个穷小子反倒不乐意了，真是不知好歹。正是那一次，我在摸底考试中获得了全科满分，从而拥有了带领全校学子百日誓师的殊荣。而那个人缘广阔的林薇薇，却在学校里名声彻底的臭了，令所有人都对她退避三分。如今她突然获得了省状元，学校只能对她三缄其口。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她的曾经就会没人知道。随着她的往事被扒出，网友们对于林薇薇的质疑声也越来越多。现在的状元这么好考吗？这位姐姐天赋异禀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，我不信！除非让她重考一次。哦莫，我突然想起来，我儿子前段时间跟我说，他觉醒了什么偷分系统，难不成是真的？哦去，这么高科技吗？这玩意儿也能偷？那这么说，林薇薇的状元是偷的了。他家祖宗要是真这么灵验的话，那我也去拜拜。不过也有人替他说话。楼上不要满嘴喷粪好吗？人家只是生病了，你就开始带节奏，不造谣你会死吗？叫那个李毅然出来说话，老子给他一电炮！什么考神系统，说出来有人信吗？骗人能不能专业点？都是接受过9年义务教育的人，能不能别搞封建迷信那一套？大清已经亡了，查，往死里查！要是查出来冤枉了女神，在座各位以死谢罪。就连某 Top1大学的官微都在为他力挺。小城鬼事多，天才和疯子只在一念之间，建议录取。可是当他们看到林薇薇赤身裸体的奔向招聘老师时，就连夜把那条评论给删了。临走时还不忘带走招生时发的小册子。网友们纷纷调侃，这就是对面文理学院派来的卧底吗？还挺幽默。今年的敬业福发给你了。林月娥每天都在家里坐立不安，她一遍又一遍地问我爸：李清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我爸气势汹汹：我哪知道怎么回事？你自己问你女儿呀！林月娥瞬间暴躁起来：薇薇不是你女儿吗？你这个当老爸的，难道不应该带她去医院看一看？还好意思在这里说风凉话？我说风凉话？我爸怒气冲冲：你去到外面看看，有多少人在那里举着手机等直播呢？我可不想丢人现眼，丢人现眼！李清，你到底有没有心？林月娥站起来抓住他：我没想到你这么肤浅，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女儿的命还重要。你他妈胡说什么？我爸也一把薅住他：你别在这里发疯，小心我连你一块丢出去！你再说一遍！林月娥发了疯似的和我爸扭打在一起。良久，他终于灰头土脸的认输了，一个人坐在沙发上抹眼泪。我爸抽了几根烟，烦躁道：毅然，去给你妈倒杯水去。我倒了杯水过去，对他说：妈，喝点水吧。谁知他一把将玻璃杯打翻，骂道：滚！谁是你妈？我无措地望着我爸。当初林月娥为了跟我爸在一起，费尽心思的在我面前说好话，是要把我当成自己的亲闺女。她说只要我叫她一声妈，她为我上刀山下火海都愿意。可是当我说出拒绝的话时，她却瞬间变脸了。她用胶带把我的嘴封起来，扔到冰天雪地里，直到我同意为止。那次我撑了3天3夜才妥协。可是后来林月娥对我非打即骂，不是虐待就是关禁闭。我爸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他说后妈都这样，你再忍忍，长大了就好了。要么你就等他撞在我的枪口上，我再为你报仇。我一直记得这句话，现在是他为我报仇的时候了。果然
他脱下一只鞋，朝林月娥的头上扔去：“臭婊子，你有完没完？”林月娥又发疯了：“李青，你他妈有病吧？为了这么个扫把星，你敢丢我？我丢你怎么了？我爸无比凶狠，老子闺女好心叫你，你敢不答应？”林月娥，我答应你妈比呀，他算老几？林月娥也不甘示弱，抓起茶几上的水杯就往我爸身上摔。我爸彻底暴怒：“你他妈敢骂我妈，我今天撕烂你！”于是两个人又重新扭打在一起。我在旁边默着不出声，静静地观赏着这出好戏。谁能想到呢？当年把他爸妈活活骂死，连下葬时都要在他的棺材板上尿尿，说要让他永远开不了口的李青，现在倒装起孝顺来了。那时候他怎么说的？我骂他怎么了？谁叫他在于敏面前胡说八道的？我没拔了他的舌头就算不错了。老婊子就是话多，现在又要拿他当借口了，真是讽刺。林薇薇最终还是被送去了医院，但是医生并没有认定她是精神病患者，并且排除了她患有躁郁症的可能性。到最后，他只能以一句无能为力来结束诊疗，因为他知道患者家属隐瞒了太多细节，所以他不敢妄下定论。他也劝说过林月娥，如果你们愿意透露患者当日都去过哪些地方，做过哪些事，见过什么人，甚至愿意带我去实地看一看的话，我想我会给出更好的治疗方案。可是林月娥拒绝了，她说不，她哪有去过什么地方，她整天待在家里的，你这医生医术不精，竟拿这些瞎话糊弄人，我才不上当呢。他怕医生暴露了他状元妈的身份，导致他的光环掉落，所以死都不愿意提供更多信息。于是他拽走了林薇薇，走，我们换家医院。其实还有什么好换的呢？这家医院就是他千挑万选的，这位专家也是他特地找人联系的。在这个突发精神病领域，没有人比他更专业。但是医生的话让他想起了另一种可能性，那就是祠堂里面闹鬼。他说，除非患者在发疯当日受到了什么刺激，或者看到了什么可怕的人和事，才会导致这种由惊吓过度引起的精神失常。你应该带他去事发地看看，这样或许能够找到一点线索，才好对症下药。所以他马不停蹄地赶往祠堂，还顺便联系了10几位资深道士。这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，只有林薇薇在焦灼地望着外面，一副心神不宁的样子。车子一路颠簸，到达祠堂的时候，已经到了下午，烈日炎炎，每个人都汗流浃背。林月娥却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，宁愿中暑也不愿意脱下身上的帽子外套。真是讽刺！前几天他还骂李青说：“我没想到你这么肤浅，竟把自己的面子看得比女儿的命还重要。”现在就打脸了，他比李青更在乎自己的脸面，在医院时鬼鬼祟祟，现在又遮遮掩掩，实在令人可笑。那帮道士围着祠堂左看右看，时而皱眉，时而舒展，神秘莫测。林月娥看了十分满意：“各位道长，里边请。请各位务必帮我看看这里面有什么不对，如果确实有妖，那一定要将他们除了。我李家祠堂日夜供奉，几百年来香火不断，可别让那些妖孽占了便宜。”结果妖没捉到，倒是看了几处风水不正，说是会影响后辈子孙。具体来说，就是本家子孙被外来的越俎代庖，到最后两方都不好过。要想逆转风水，最好让那个外来的尽早滚蛋。这下林月娥彻底怒了：“你们到底会不会看？我请你们来不是让你们胡说八道的。”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：“什么风水？狗屁风水！老子不信！”她愤恨把那些祖宗牌位全都扔到地上，连香炉也给踢翻了。我今天就是要将这里给砸了，看你们能拿我咋的！林薇薇在一旁吓得又哭又笑，嘴里念叨着：“不是我，不是我，是我妈，你们找她去。”老族长闻讯赶来，朝着我爸的腿就是一拐子：“李青，你是不是眼睛瞎了？你婆娘在这里发疯闹事，你都不管吗？你记不记得你当初是怎么求我的？她一个外村女人，
本来名声就烂透了，连他们自己家的祠堂都不收，你靠着状元来找我，我也就心软的答应了。你看看现在都搞成了什么样子，在全国人民面前丢脸还不够，还要说自己的老祖宗是妖，你好意思吗？是，不好意思。我爸连连点头。老族长，这么多年来，哪次祭祖你出过钱？哪回修缮祠堂你出过力？每当逢年过节，你给老祖宗烧过一回纸吗？你现在这样一闹，我跟李氏族人怎么交代？是，我回去就把他关起来。我爸怂得像个孙子一样。老族长余气未消，你们家这个女状元，我是不敢接收了。还有你，我也会把你踢出族谱。这件事你要怪就怪你家那个疯婆娘。我爸被噎得没话说，灰溜溜的回家了。林月娥却还不消停，花了这么大价钱，什么都没看出来，就要这么走了。我不信你家那个祠堂没问题，既然老族长不让看，那就让他们看看微微，总能找到点问题。道士们讳莫如深，无言地在林微微头顶甩动拂尘。良久，他的神志似乎清明了些。我偷，他嗫嚅道：偷什么？偷，分，什么分？老道士连忙追问。分，状元分。老道士紧追不舍。怎么偷的？偷的谁的？林微微神色恍惚。偷姐姐的。系统？什么系统？再问。已经不答了。林月娥却像疯了一样的扑上来，掐住我的脖子。我就知道是你这个扫把星搞的鬼。她凶神恶煞，说：你到底对我女儿做了什么？我费力地呼吸着。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快点放开我。他却加大了力度。你少在这里装蒜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。他厉声道：道长，你快帮我看看，这个小婊子到底在搞什么邪门歪道。他抓起我的头发，将我的头用力往后拽，要让我知道你对微微做了什么亏心事。我打断你的腿。老道长一把止住。斋主，你先不要冲动，待贫道仔细一观，便可知道原委。说罢，他捏起一个口诀，在我身上左点右点，最后在我额头停住。闻，屈。他睁大了眼睛，我赶紧用眼神示意他闭嘴。他会意。斋主，你快放了这位姑娘，她有天神护体，若是强加伤害，必定会惹来灾殃。贫道刚刚查探过了，她并没有什么异常，反而福泽旺盛，常会惠及身边的人，绝不是伤害你女儿的凶手。你胡说！林月娥死活不信。我刚刚明明听到微微说她偷了她姐姐的分数，若非因为这个，她怎么会被害成这样？她的心思太歹毒了。她用力地把我往2楼阳台下面推。我爸终于看不下去了，他一把推开林月娥，怒气冲霄。人家道长都说了，此事跟我女儿没有关系，你还在这里嚷嚷什么？青天白日想害命吗？他把我拉进卫生间。然，你说实话，到底是不是被微微偷了分数？即便他真的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，你也不能这样啊。她可是你妹妹，一个状元而已，明年再考不行吗？明年再考。呵呵，他以为状元来得那么容易。我眼泪汪汪地看着他。爸，我也是你的亲生女儿，为什么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？既然这样，那就让我自证清白好了。说着，我捡起水池里的西瓜刀，就要割向自己。我爸慌了。然，有话好说，别动刀动枪的，小心伤到自己。是爸爸错怪你了，对不起。你先冷静一下，林阿姨这边我来处理。乖呀。我回到房间，听到外面摔打家具的声音，还有我爸的怒吼：好你个林月娥，生了个疯子不说，还妄想逼死我女儿，你是不是要翻天啊？我李青今天非教训你不可。我静静地打开随身听，曼妙的音乐瞬间充满了耳膜。再次打开房门的时候，林月娥和她的疯女儿已经不见了踪影。听邻居说，他们2个鼻青脸肿地回家了，走的时候什么都没带。而他那个所谓的老家，早就变成了一座荒宅。由于之前林微微突然的发疯和神志不清，他已经错过了本科提前批的录取时间，而之前为了他明争暗斗的2所高校，早就跑得没影。
现在是本科普通梯的录取时间。我爸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，他拿着林微微的准考证，在我的门前顿了又顿，最终还是敲响了我的房门。冉冉，那个，爸爸跟你商量一下，你看能不能帮你妹妹填下志愿？她满脸堆笑，她现在没有自理能力，只有你能帮她这个忙了。清华北大是没戏了，不过还有复交嘛，再不济浙江大学也行，还有川大、南大、西安交通大学，你看你喜欢哪个就填上去呗。反正到时候等录取通知书到了，如果微微好点，就让她去；如果她去不了，就让你去，怎么样？你放心，爸爸有的是关系，到时候你只管去上就行，其他的我来摆平，可以吗？我无比震惊，爸，你知不知道，顶替他人入学是要坐牢的？您是要您的女儿刚满18岁就成为劳改犯吗？他有点唯唯诺诺。冉冉，爸不是那个意思，这不是在征求你的意见吗？我说，这种事想都别想，你要是真的想要个高考状元，那我就去复读，明年再怎么也给你争取回来。但是这歪门邪道，我坚决不走，明白吗？好，好，冉冉说的对，是爸爸老糊涂了。他讪笑道：“我爸突然的改变让我很不习惯，但是复读的事无关于他，是我自己想要对自己的人生负责。”过了几天，我的书桌上突然出现一个银镯，我倍感纳闷：“爸，你送我礼物做什么？”他笑得开心：“冉冉，这不是你马上就要18岁了吗？爸这么多年也没有好好给你过过生日，心里总是过意不去，这个礼物就算是补偿了。以后爸每年都陪你过生日，好不好？”不好。我看着他的笑容，有点恶心。他以前是怎么对我的？他永远不许我过生日，甚至提都不能提。他说他最恨我妈生下我了，要不是他，林阿姨早就嫁过来了，怎么会被他爸许配给一个酒鬼，受尽屈辱？他说我妈坐月子那段时间，仗着自己身子弱，天天躺在床上等伺候。他一个大男人，大冷天的还要给我洗袜子尿垫，真是丢死了人。他说我妈自从生下我以后就没有精力照顾她了，导致她天天吃不饱，穿不暖，没有干净的内裤穿。他说我有什么资格过生日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可是当林月娥出现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的，他亲手给她伺候月子，做各种营养汤喝。他把林微微抱在怀中，逢人就炫耀自己的女儿有多可爱。可是我也是他的女儿呀，现在一个银镯就想收买我吗？怎么可能？不过我还没说话，他就重新开口了：“毅然，你说林阿姨对你好吗？”我沉吟一瞬：“还可以。”怎么了？可以个屁！他愤怒：“天天虐待你，给你小鞋穿，这叫对你好？我知道他什么为人，所以我现在都不联系他了。”冉冉，他突然换了种语气：“要不我重新给你找个阿姨好不好？”啊！我一时反应不过来，他却一脸和蔼：“冉冉，以前是爸爸看错了人，让你受尽了委屈，以后绝对不会这样了。”他让我看他的手机，这次这个阿姨很不错，等你见面就知道了。你们两个提前搞好关系，这样我们才会有一个幸福圆满的家庭。但是如果你对这个阿姨不满意，那爸爸马上让她走，可以吗？可以个屁！上过一次当，还当我还是傻子吗？可是我还没来得及回答，他就开始命令了：“冉冉，你现在去换衣服，我们马上出发，人家在沈河公园等着呢。对了，记得带上那个银镯呀，我李青的女儿可不能在外人面前丢人。”我坐在房间里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我爸在外面催，我也只好随他而去。到了沈河公园，那个阿姨早早就在那里等了。她穿着一身墨绿色的旗袍，体态雍容而优雅，一看就是个很有教养的人。我在心里暗骂，到底是哪个杀千刀的把她介绍给我爸的？他走过来拉住我的手：“嗨，你就是冉冉吧？长得真标致。来，这是阿姨的一点心意，你拿去买点吃的。”他给我的手心里塞过来一卷钱。我爸赶紧说：“徐青，别这样，孩子不需要。我们两个还没走到一起去，我怎么能要你的钱？快收回去，
拉扯之间，我看到旁边垃圾桶后面窜出来2个蓬头垢面的人，还没看清楚，他们就朝我直直地跑了过来。我躲闪不及，一把锋利的刀子直挺挺地戳向我的肚子，我一下痛苦倒地。我爸在一旁和另外一个人周旋，没几下就制服了他。我这才看清楚，来人正是林薇薇和林月娥，他们嘴里骂着脏话，张牙舞爪的还要冲过来，只不过早就被在园内巡逻的民警死死钳住。我被送进了医院，我爸跟警察去做笔录，那个徐阿姨也留下一点水果，满怀尴尬地走了。我这时才知道，短短1个小时，林月娥母女持刀伤人的视频已传遍全网，网友们纷纷轰炸评论区：高考状元怎么了？林薇薇疯了？难道他妈也疯了？这就是他妈的不对了，明明知道女儿都这个样子了，还把她放出来危害社会，其心可诛啊！生病归生病，持刀伤人就不对了吧？现在是法治社会了，还有人这么嚣张？你看他那精准操刀，像个疯子吗？这明明就是装的。我现在有点理解他姐李毅然了，摊上这样的妹妹，倒大霉呀！还有人记得那个偷分系统吗？听说调查结果快要出来了，我觉得10有8九要实锤。如果这事儿是真的，那我以死谢罪，流泪流泪。第3天，官方通报出来，林薇薇因故意伤害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个月，林月娥因教唆未成年人犯罪、自我犯罪未遂、盗窃他人财物、损毁公共设备等数罪并罚，共判处有期徒刑18个月，罚款3万元，即日执行。到那时我才知道，林月娥被我爸赶走后并没有回老家，而是在沈河公园附近偷鸡摸狗，诈骗小孩，并顺便把园内的一处凉亭据为己有，不许其他游客靠近，其间所产生的垃圾一概扔到河里，对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污染。保安几次3番劝阻，都被他们以精神病为由喝退。若不是出了这档子事，园内的保安还真不知道拿他们怎么办。然而这样，我也不愿意和解。林薇薇他们要求上诉，我便让他上诉。他要以精神病为由脱罪，却因迟迟拿不出诊断书而告吹。这次我终于为自己报了仇。当天晚上，玉帝在他的灵域里找到了我，他说：我明明在危险发生的时候保护了你，可你为什么还要上去挨那一刀？我笑道：我只想以凡人的方式结束这场斗争。出院后，家里来了一些不速之客，我假装笑脸：老师怎么有空来看我这个猪头？林薇薇可不在这里。她一脸识祥：呵呵呵，毅然，你误会了，老师就是来找你的。她局促地搓着手：过去的事情咱就不提了呀，是个人都会犯错嘛。老师也为自己的不当行为向你道歉。好吧，好你大爷！我默默翻着白眼，不过嘴上还是说道：于老师找我有什么事？他讪笑：这不是听说你有复读的打算吗？老师就想着咱们也一起共事3年了，我明白你的短处，你也习惯了我的教学方式，再加上我们感情又那么深，不如你还是来我这个班吧，老师亲自为你补习。我心道：你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，还不是惦记我状元奖的10万块钱，我偏不让你如意。我笑道：老师真是不好意思，我已选择了隔壁班的穆老师，他的教学方式我更喜欢，所以就不能去您的班上了，实在不好意思啊。我正是知道这么多年来于老师和穆老师一直不对付，所以才故意气他的。当然了，穆老师在师德上远远比于老师高出了好几个层次，是他这种人永远望尘莫及的，所以我抛弃了他。于老师显然很失望。啊，你选择了穆老师，那个老古板，哪里教得了你这个状元？他都要退休了，思维早就跟不上了。你还是于老师，我打断他，这是我自己的事情。我默默望着他带来的几位学弟，他们都是这一届的佼佼者，只可惜选错了人。于老师在我这里吃了瘪，带着他们愤愤不平地走了。我望着他的背影，
想起了他在网暴我的视频下面发布的一段话：李毅然这个同学，平日在班里面沉默寡言，鲜少与同学们交流，很难说没有养成那种自矜自骄的习惯。纵然他平时里学习有多好，但是到了关键时刻，还是可能掉链子。这次失败就是他的一次教训。所以说，平日里与同学、老师的交流也很重要，必要时互相走动，不要闭门造车。这段话我念了好几遍才发现，他是在暗示我上次得了竞赛奖，没有拿出奖金孝敬他，所以才给我安了个孤僻自傲、目中无人的罪名。正是因为这条留言，让我在社交网络上被人骂了7000多条，到现在还没有删完。而那个从不上网的穆老师，却在第一时间开导我，鼓励我，催促我去复读，不要自暴自弃。像这样的好老师，我岂会错过他？在我报名复读的第5天，天帝在他的灵域中找到了我，他说要带我去看一场史无前例的判决。我跟他去的时候，诛仙台上已站满了人，无数的神仙被绑缚着，站在崖边瑟瑟发抖。天空中劈下数不清的紫雷，罡风劲烈，飞沙走石，标举电掣。天地傲立在半空中，巨大的龙尾就像一座山川，左右摇摆，掀起滔天巨浪。黑色的瞳孔散发出熠熠的寒光，无声的威压令人胆寒。他仰天长啸，瞬间地动山摇，苍穹震破。我的神龙，他长大了。众神听令，他一声厉喝，众人纷纷低下了头。无命尔等速速归还雨神及宙神神力，若有负隅顽抗者，格杀勿论。他神龙摆尾，瞬间摧毁几座仙山。他吐出一口龙息，众人皆站立不稳，踉跄着朝周围倒去。无数时下，尔等若还默然不动，吾将削去你们每个人的神格，降下9981道天雷，将你们劈成齑粉，然后再扔下诛仙台，让你们万劫不复。诸位可想好了？他一步一步地走向他们，10、9、8、7，每走一步，大地都为之一颤，震落诛仙台上的笨臣，掉下万丈深渊。众人脸色皆吓得发白，那声音仿佛是来自宇宙深处，摄人心魄，令人魂惊。数到3的时候，已经有大部分神仙忍不住跪地，浑身战栗不止。数到1的时候，所有人都向他垂手跪拜，齐声忏悔：天地，吾等知错了。随着众神的悔过，一缕缕金红色的神力从凡间缓缓升起，千丝万缕地钻入天地事先放好的净瓶中。那些所谓的系统，终于从凡人的身体里彻底剥离，进化成他原本清明的样子。我用神眼看到，很多凡人还在疯狂地召唤他，可惜并无回应。他们太傻了，以为遇到了神助。可是从来没有人想过，到底是谁在操纵这些系统呢？正是众神啊，是那些高高在上、受他们日夜供奉的神明啊！如今却把他们当作玩物，可笑吗？这世上根本没有什么超能力，没有可以让人起死回生的法术，没有追妻火葬场，没有系统，只有借助系统之名，在人间作乱的神明。等这些神明玩够了，便会将他们弃如敝屣，重新扔回他那平庸无望的生活中，任由挣扎。如果这些凡人知道了这件事，还会对那系统言听计从吗？答案不得而知。只是第2日，互联网上掀起了一股自爆的热潮，上百万的学子在视频中举着身份证和录取通知书向网友们认错，一度导致各大服务系统瘫痪。大家好，我是王景超，我的准考证号是6227。我在2023的高考中使用了盗分系统，盗取了同班同学王一清的高考分数，导致自己成了省状元，却给王一清同学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。到今天，我终于鼓起勇气向他道歉，对不起。大家好，我是苏俊浩，我要向我的表姐任玉道歉。我是苏闽区考生杨文博，我用智商兑换系统攫取了我的同校考生李云洲的智力，在此我想向他说句深深的抱歉。我是考神系统，我攻入了高考题库，我偷取了发小的人生，我自愿坐牢，
请求学校取消我的高考成绩。我为我的行为感到耻辱。我要呼吁大家诚信应考，不作弊，不取巧。铺天盖地的自曝视频席卷网络，一时间各大卫视争相报道这些丑事，各路记者更是忙得不可开交。所有的派出所里都挤满了前来自首的人，社会陷入了一片混乱。不过，这对于天界来说，无疑是一桩好事，因为三界终于不会因为系统而乱了。7月28日，中国教育部重新组织了一次高考，所有考生自愿参加。这次是一场真正考验真才实学的角逐，赢了的人稳坐冠军宝座，输了的人也不必气馁，收拾气力，来年再战。世间终于恢复了一片清明。而我没有进行这次考试，我答应了穆老师要复读，就一定会说到做到。第2年，我还是凭着实力取得了高考状元，并且还是全国文科第1名。这一次，清华北大仍在我家门口搭起了小帐篷，只是这次的目标换成了我。我没有林薇薇那么骄傲，主动去和招生老师详谈，最终还是选择了我从小向往的北京大学。网友们这次很友善，毅然，你是最棒的，向毅然姐学习，不争不抢，不骄不躁，善以待人，如沐春风。毅然，你是我的偶像，永不塌房。在进祖祠祭拜的时候，13位祖宗全都笑眯眯，恨不得爬下来给我磕几个。老族长也是笑开了花，提笔嘘地把我的名字写在了最显眼的位置。这次的册子也是全新的，林薇薇的名字不会出现在任何一页上，连同她那个系统一样，消失得无影无踪。又1年，天帝给我发了一袋福种，叫我把它种在真正好学博学的人身上，等他们步入社会时，这颗种子将会生根发芽，结出无数幸运的种子，指引着他们一步一步走向人生的巅峰。而我在完成使命后，脱离了这具凡体，回到了天庭中，帮助天帝处理了更多棘手的政务。15年后，天帝看着我的下凡申请书发呆，星君，你这次干嘛又要历劫？上次还没被虐够吗？我只能回答，我是去履行约定的，因为我答应了李家祖宗，要再投他们家。我还想去看看我的妈妈，她生了仨1女，最惦记的还是我呀。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。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，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。如果您有任何建议，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。希望今天的故事在你心中留下清香。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